她双眸亮得发黑，十分美丽之中竟然带着3分英气3分豪态，同时雍容华贵，自有一副端严之质。男装时方巾青衫，精灵俊秀，面莹如玉，眼澄似水；女装时巧笑嫣然，美目流盼，艳丽非凡。白天她是红透半边天的鼻祖级女团的颜值担当，晚上她就是夜幕下的第一狂野美人，迷倒郭富城，戏耍刘銮雄，搞过同性暧昧，甚至为此不惜隆胸示爱。她就是曾经的短发女神，如今的豪门弃妇袁洁莹。伯乐黄百鸣为避免她成为下一个蓝洁瑛，倾其所有，奈何命运捉弄人，揭开她的往事，仿佛字字页页皆是泪，满纸荒唐，一把辛酸。1991年，即将小三上位的李嘉欣美滋滋地摆出正宫的派头，喊富豪刘銮雄来剧组探班，不料却给自己埋下了一颗雷。笑傲江湖2剧组美女如云，40岁的刘銮雄见到29岁的关之琳和22岁的袁洁莹，顿时心猿意马，春心荡漾，斟酌半天，决定一个都不放过。刘銮雄外号女星狙击手，被他惦记上的个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尤物，而被他原配保永琴评为乖巧懂事的袁洁莹，则是尤物中的尤物，尤为吸引男人。曾经她也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，花季雨季的她遭遇家中变故，叛逆如野草般疯长，早恋打架夜不归宿，这些让袁洁莹有着异于常人的早熟。1985年，袁洁莹才15岁，就有人抢先刘銮雄一步，盯上了她的青春美貌。那年，袁洁莹在兰桂坊门口和男友吵架，惊动了在里面吃饭的黄百鸣。这个双手叉腰、脏话如连炮珠一样的短发女孩，让黄百鸣看到了可爱的一面，可塑的一面。没想到黄百鸣这个举动却直接改变了袁洁莹的结局，同时这也为后来黄百鸣在袁洁莹低谷期又当爹又当妈埋下了伏笔。随后如喜获至宝的黄百鸣将她带入新艺城影业公司，签约成为旗下艺员，正式出道。那一年她只有16岁，与同一时期出道的罗美薇、李丽珍、陈嘉玲等人组成了开心少女组，成为80年代红透半边天的鼻祖级女团。据说当时袁洁莹、罗美薇、李丽珍等一众玉女在12个保镖护送下做宣传，引起人群骚乱，不得不设法驱散。眼看美少女这么火热，黄百鸣坐不住了。本来和袁洁莹父母签好合约，每年暑假拍一部电影，现在却要赶在年底前再推一部《开心乐园》。袁洁莹只好请假拍戏，但校方的态度也很强硬，拍戏和上学只能2选1。当时袁洁莹片酬 1.5 万，票房大卖后，黄百鸣看着摇钱树满心欢喜，还又给每个人包了5000元的红包。眼看报酬这么丰厚，袁父袁母没犹豫多久，就决定让女儿退学当全职艺人。袁洁莹本人性格叛逆，不用上学更是放飞自我，逛酒吧、抽烟喝酒，恋爱不停歇。虽说出名要趁早，但娱乐圈陷阱丛生，猎人遍布，对于涉世未深的少女来说，早早成名其实真不一定是好事。同期3个女主演里，罗美薇情路最顺，一出道就遇到未来歌神张学友，恋爱10年修成正果，谱写了一段神仙眷侣的佳话。剩余几个情史没一个简单的，不少还是风月片的常客，可彼时兴奋的他们还不知道未来是如何。1990年，吴宇森开拍《喋血街头》，特意找袁洁莹饰演影帝梁朝伟的妻子。袁洁莹竟一口回绝，原因竟是不想和梁朝伟拍吻戏。梁朝伟可是让万千少女血脉喷张的男神，但袁洁莹害怕男友不开心，无论吴宇森怎么劝，死活不肯松口。直到把她辞演的决定告诉男友，男友主动表示不介意，袁洁莹才答应出演，并最终把自己的荧幕初吻献给了梁朝伟。同年，徐克开拍《笑傲江湖》，饰演蓝凤凰的袁洁莹力压张敏的任盈盈和叶童的岳灵珊，让徐克念念不忘。以至于拍第2部时，徐克下狠手把所有主演都换了，唯独给袁洁莹加了不少戏份。到了1991年，本来连吻戏都不肯拍的袁洁莹，不知道是不是经过梁朝伟的亲身调教，变得开放了许多，竟然出演3级片《上海1920》。在片中，鼻祖级男神尊龙上演激情大戏，第一次拍摄关键戏份，21岁的袁洁莹还很羞涩，因为时间紧张又 NG 了好多遍，弄得她差点失声痛哭。同年，新艺城解体，袁洁莹投向 TVB 的怀抱，资源更上一层楼，成为当家花旦。在剧里，她和郭富城、刘德华、古天乐、梁家辉等一众顶级男神合作，还成功和郭富城摩擦出绯闻。袁洁莹签约 TVB 之后，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和郭富城主演的《风之刀》，她饰演刁蛮任性的赫连伯伯。同年，袁洁莹和郭富城又携手上演《危险情人》，4年再合作《笑侠楚留香》，第3年又合作《烈火狂奔》。
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合作，不搞出点绯闻真的很难。在烈火狂奔里，袁洁莹不仅和郭天王你侬我侬，和情敌黎姿也成功摩擦出火花，让监制庄建伟对这对百合 CP 一见难忘。多年后向两人一起抛出橄榄枝。也许是入戏太深，拍完烈火狂奔，袁洁莹坦诚自己对郭富城心有情愫，分不清角色和自己。但当时郭富城是顶级鲜肉，狂热的粉丝不止辱骂恐吓，还寄血书给袁洁莹，让她心有余悸。郭富城真是一个危险情人，自己不敢再喜欢他。而郭富城歌迷之所以疯狂反对，其实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大佬有关。当时袁洁莹和刘銮雄的绯闻正满天飞，坊间传他星途通畅，是因为受到大刘照顾。1992年，周星驰版《鹿鼎记》上演，袁洁莹是韦小宝7个老婆中最善解人意、温柔体贴的大双儿。戏外，她也成了刘銮雄众多佳丽中的一股清流，不争宠，不撕逼，连原配宝永琴都对她颇有好感，说她袁洁莹算是这些人中最乖巧的一个。过去见她坐在大厅中，半日都没有出过一句声。传闻刘銮雄在袁洁莹生日时送上100万跑车，袁洁莹以自己公司名义购入香港道45号豪宅，亦出自他的手笔。1999年两人分手后，袁洁莹以1400万高价抛出，赚了1倍差价。2002年落选港姐吕丽君为刘銮雄飞婚生下一女，轰动全港。袁洁莹被媒体问及感想，她说自己并非贪钱，也不想再骚扰他。人人认定我一定好贪钱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不用交代。现在刘先生生了女，他一向令人感觉这么 playboy， 这么多女朋友，竟然选择让这件事发生，应该真是想稳定下来，就无谓再骚扰他。绝代尤物与风流富豪的狗血八卦总是最吸睛，但袁洁莹真正盖章过的正牌男友另有其人，就是交往4年的音乐制作人徐日勤。出生音乐世家的徐日勤是陈百强的音乐制作总监，给梅艳芳、张国荣、谭咏麟、林忆莲等歌坛巨星都做过曲。袁洁莹是陈百强的超级 fans， 在还不知男人为何物时，已经无师自通，幻想和陈百强拍拖。进入娱乐圈后，他更是把自己混成了追星赢家，和偶像一起吃饭，到他居所玩耍，陈百强还故意逗他吃醋，但袁洁莹一直不敢表白，怕连朋友都没得做。袁洁莹21岁生日时，徐日勤特意安排陈百强主动现身，把自己当作神秘礼物送到生日现场。疯狂迷恋陈百强的袁洁莹，估计在与替代品徐日勤的亲密摩擦中，也体验到了不少满足感。而与徐日勤分手后，袁洁莹却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1993年，台湾金牌制作人杨佩佩开拍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他对袁洁莹饰演的赫连伯伯印象深刻，觉得她就是美艳不可方物的赵敏。但袁洁莹忙于筹拍新专辑，竟然拒绝了邀约，杨佩佩只好让叶童一人分饰2角，顶上赵敏的角色。1994年，《倚天屠龙记》热播，另一边的袁洁莹却患上厌食症。当时港片示威，她想转型歌手，推出唱片却毫无水花，加上情路不顺，于是像发了疯一样减肥。每天早上2个奇异果，下午1块麦包1根菜，晚餐几片鱼。母亲跪下来哀求她吃半碗燕窝续命，也被她推开。袁洁莹不摄入食物，烟和咖啡却不停手，最后瘦到66斤，停经3个月，自言走在街上都没人能认出她。1998年 TVB 筹备港版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监制庄建伟也觉得赵敏非袁洁莹莫属，还给这个角色加了很多戏份。但袁洁莹因为身体不适，只能再度辞演。身心疲惫的她只能宣布全面息影，退出娱乐圈。不再现身荧屏的袁洁莹，生活反而变得活色生香起来，甚至被曝男女通吃。2004年，35岁的袁洁莹与富商严福伟的绯闻被炒得沸沸扬扬，两人频频被媒体拍到一同夜游。就在媒体长枪短炮蹲守，想搞清两人关系时，袁洁莹忽然陷入同性恋疑云。2005年，她被港媒拍到与另一位中性打扮的同性密友出双入对，一起买菜煮饭兼返回香闺度春宵。当吃瓜群众议论纷纷，说她受打击过度，性取向也发生了变化。不过在这位同性密友的悉心照料下，袁洁莹的厌食症却有好转。尚为得寸进尺的她趁热打铁，马不停蹄地出山代言丰胸产品。2013年，袁洁莹经不住曾志伟的夺命连环扣，短暂复出，出演电视剧《女人俱乐部》，与李若彤、李丽珍、叶蕴仪等昨日女神一起重温旧梦。虽然这部剧雷声大雨点小，没能掀起什么水花，但袁洁莹却有意外收获。在拍《女人俱乐部》时，袁洁莹和该剧监制陈维冠碰杯摇耳，揽腰搂背，疑似擦出火花。可惜万草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的她直到如今都没有宣布婚讯，似乎有难解的心结。
如今年过50的他再次露面，早已是昨日黄花，无人问津。满脸憔悴，似乎都在诉说那些烂桃花的威力。最后看惯了春花秋月，袁洁莹选择了皈依佛门。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厌食症相关的公益活动，做义工，参加慈善晚宴，为患上厌食症的病人筹集善款。斗转星移，时移世易。你要问袁洁莹有没有过后悔，我不知道，毕竟她曾经拥有了一切，却又失去了一切。叛逆是她出道的利器，也是毁了她的原因。爱情是她最大的安慰，也是男人依旧站在奢华与八卦的顶峰。这位身家700亿的富豪被称为香港最有故事的人。30年间，他一边挣大钱给财经界制造热文，一边花大钱为娱乐圈贡献力量。南北相望的尖沙咀与铜锣湾，光是物业每个月就给他带来过亿港币的租金。毗邻上环的港交所留有他4度狙击财阀的印记。白加道的豪宅里堆放着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红酒，常年开着3架不同型号的私人飞机夜会美人，惹得香港美人无一不想扑进他的怀里。从李嘉欣到后来的关之琳、蔡少芬，可任谁也没想到，风流半辈子的他竟然栽在了一个小小女狗仔手里。他就是香港富豪圈里最传奇的风云人物刘銮雄。刘銮雄很牛，但他的起家和2个女人有关。1951年，刘銮雄在香港出生，彼时的刘家正经历着家道中落。此后多年，他父亲靠钓扇业务一步步东山再起，刘銮雄也有了条件前往加拿大留学。23岁时，刘銮雄学成回港，并向父亲提议将自家的钓扇生意从原有的中东市场扩大到北美地区。刘父对此极为不满，认为空调才是当时每个美国家庭的必备用品，这样的拓展只是徒劳。两人僵持不下，差点闹翻。刘銮雄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，拿出东拼西凑的1.7万港元，与朋友合伙成立了名为爱美高的公司，主攻美国市场的电风扇业务。几年之后，西方世界遭受金融危机，节约能源的口号响彻全球。抵制空调的美国人看中了爱美高节能与美感兼具的古典吊扇，不少经销商主动上门签订单。于是28岁那年，刘銮雄赚到了人生中的第1个亿。他的公司规模也越做越大，从最初只有22个工人，逐渐发展到了上万人，远远超过了父亲的公司，因此得名风扇刘。1983年，爱美高集资1.5亿港元在香港上市，刘銮雄担任公司主席。从此，香港商界有了这个年轻人的一席之地，而正在让他站稳脚跟的狙击手之战也正在酝酿。因经营策略不合，刘銮雄与爱美高合伙人梁英伟出现矛盾。刘銮雄对外宣称要退出爱美高，然后将手中大量爱美高的股票抛给了基金公司。很快，爱美高的股价就从4港元一股跳水跌至 0.7 港元一股。正当众人以为刘銮雄撒手离开时，他却耍了一记回马枪。在爱美高股价低点时，刘銮雄偷偷吃进大量股票。半年后，他又联合基金公司夺回公司控制权，并将梁英伟赶出了爱美高。这一招以退为进，不仅让刘銮雄完全掌控了爱美高，还顺便进账2亿港元。至此，他成了香港有名的股市狙击手。1985年到1987年间，刘銮雄共狙击了4枪，目标分别是能达科技、华人置业、中华煤气以及香港大酒店，均获胜而终。后来大刘就用赚来的钱开始不停的买，硬生生买成了铜锣湾铺王。再后来又进军了内地地产市场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京等近10个沿海发达城市，投资金超过港币60亿元，与老婆联手在商界大开杀戒。这样冒险的结果就是成功让刘銮雄跻身于香港富豪之列，而他的妻子保永琴身家也过10亿，成了香港第2女富豪。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糟糠之妻一同打拼白手起家，走上人生巅峰不离不弃的故事，可这个励志好剧本最后也未能幸免落入了俗套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当初信誓旦旦地说着贫困富有生老病死一生一人不离不弃，后来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富豪圈总说闷声发大财，可大刘根本学不会低调，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有钱就是任性。一直以来，刘銮雄都以出手阔绰而出名。他有3架私人飞机，他有一堆名贵的豪车，他还喜欢收集车牌。他的手下有1 Love You、Cool、5、11、48、66、67、4个2等价值超过4000万港元的车牌。而除了这些身外之物外，
有钱后的他也开始了美女集邮。对待美女，他的手段也高调至极，钻石、豪车、豪宅，先用金钱将你砸晕，写信、情话，深夜买宵夜，体贴至极。只要被他看上的，好像没一个跑得掉。而第一个人就是18岁的李嘉欣。1988年，李嘉欣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，获得了香港小姐冠军。一夜之间，全香港人都知道了李嘉欣这个名字，刘銮雄也知道了。而什么叫做正中下怀？就是在李嘉欣还和自己的家人住在破旧住宅之时，刘銮雄一出手就送了价值800多万的豪宅，这让他成功抱得美人归。也难怪李嘉欣明知他有家室还舍不得离开，还敢打电话给宝永琴大骂脏话，想正妻位置了。或许也就是从那次开始，宝永琴彻底的失望了吧，或许他们真的是真爱吧，他才能任他放肆，满是宠爱。1992年，宝永琴和刘銮雄离婚了，挤走了原配。李嘉欣或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上位，可他没想过，浪子回头难，有钱的浪子回头更难。离一次婚就分走了10几个亿，还落下无数骂名，或许这让不差钱的大刘觉得很亏。于是他把泡妞经济学玩出了新高度。在轻松搞定港姐冠军后，大刘还觉得不过瘾，便如法炮制，把更加鲜嫩的港姐季军蔡少芬纳入了后宫。更绝的是，他还在李嘉欣拍摄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时，借着探班的机会，把大美女关之琳变成了女友，顺势他还拿下了同剧组的蓝凤凰袁洁莹。可很快，李嘉欣就发现大刘已经不是一首唐诗就能搞定的男人，他身边的女星就如同离离原上草，就算他费尽心机，可还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正当他手撕红心之时，蓦然回首，却听见坊间传言说大刘云淡风轻地和关大美女玩起了高尔夫球，不仅将2个普通的球玩出了新高度，还把关大美女顶上了头条。大刘仿佛在用行为艺术告诉他们，这才叫做爱。听闻此事的李美人大概只能呆若木鸡，为自己度量不够而自愧不如吧。他和刘銮雄兜兜转转10几年了，挤走了原配，斗走了一个个情人，却还是转不了正，最终选择离开。2006年选了赌王之女何超琼的前夫许晋亨。可大刘是谁啊？自己玩了20多年的女人，哪能随手就被别人挖了墙角？大刘干脆一掷千金，在全港报纸头版都刊登了一条广告，上面写着祝李嘉欣生日快乐 ，With love, the one， 疯狂示爱。这位情场高手真是肆无忌惮到恐怖，就算分开也还要膈应你一下。但可惜这次李大美人打定主意不回头，这段前前后后分分合合纠缠了近20年的感情，最终还是落下了一个句号。少了一个李嘉欣，这情人场上的角儿只多不少。大刘日日流连忘返于美人之间，却也真正做到了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他从未给过情人们名分，刘太之位因此空着24年。哪怕是为他开枝散叶有功的吕丽君，也很遗憾与正宫宝座擦肩而过。最终结束了与大刘后宫争斗风波的女子，便是大家熟知的陈凯君。甘比1980年出生，比大刘小了29岁。因为家庭问题，读到中学就肄业了，是一名女狗仔。她既没有李嘉欣的美貌，又没有吕丽君的高学历，却凭借着超高的双商俘获了大刘的心，顺利上位，让人始料不及。但其实纵观甘比的经历，你会发现他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。起初甘比只是个跑前线的娱乐记者，可他入行1年就抓拍到梁咏琪介入郑伊健婚姻一事，双旗夺面由此被曝光。金像奖庆功宴，他采访周星驰，不仅被星爷夸赞可爱，还被对方捏脸。自那之后，二人更是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友。除此以外，杨千嬅、袁咏仪、徐濠萦等人都是甘比密友。有这样广阔的人脉，甘比的社交能力可想而知。大刘的母亲叶舒婉是出了名的刁钻蛮横，如此强势的婆婆还是被甘比轻松搞定。和刘老太太一样，甘比也是潮汕女儿，于是他巧妙抓住老太太的乡情，见面只说潮汕话，不说粤语，使得刘老太太倍感亲切。听闻刘老太太爱吃甜食，甘比总是和女儿亲自下厨炮制甜品孝敬婆婆，让老人家尽享口福与天伦之乐。面对爱人大刘，甘比总是谦卑低调，甚少张扬跋扈，从不仗着宠爱撒泼撒娇。
哪怕是当年被吕丽君指着鼻子痛骂，他也没有反击对方，而是选择了忍气吞声，因为他一旦开口，就是让大刘陷入为难。风口浪尖下，沉默才是最好的应对方法。果不其然，尖酸刻薄的吕丽君丝毫不让，越是失宠越是嚣张，这也彻底惹怒了大刘。他宣布与吕丽君断绝关系，当着媒体的面骂他没脑子。甘比不费一丝口舌就轻松击败了吕丽君，都是没扶正的，装什么正宫呢？2016年，甘比和刘銮雄注册结婚，成为名正言顺的刘太。吕丽君到底还是不如甘比聪明，或者说不如甘比懂得隐忍，所以最终被判出局。2017年，甘比还第3次怀孕，为刘銮雄又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刘銮雄在节目上公开示爱，甘比会是我最后一个女人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他因为刘銮雄的分家收获500多亿的资产，一跃成为香港女首富。那么多人争抢着的钱、人、名分，他都得到了。一代浪子，美女环绕，最后被一位娱妓终结，看起来不免荒诞。按理来说，不如前女友漂亮，不如前女友有才，甘比到底凭什么？但各位其实不必吃惊，这场后果之争，与其说甘比赢了，还不如说他只是运气太好了。有的时候，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太重要了。他只不过是恰好在他老了、病了，需要一个温暖家庭，一个照顾他、体贴他的人质出现了罢了。他从不是最好的，只是恰好碰到了浪子想要安稳罢了。而刘銮雄呢？这一生他争议太多，谩骂也太多，但对于他来，这些又有何惧呢？这位风流富豪手握香港半壁江山，身边是美女如云，还都抢着为他生孩子，怎么看也是只赚不亏的人生赢家。对于他来说，人生得意须走肾，肾衰竭了就花3亿换肾续命，人生得意须尽欢。可这场春欢也确实白撒给了不少，让他在重病暮年不得不再见识一下人心薄凉。不知午夜梦回时，他是否会后悔悲戚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权力者游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